我听清楚，前头就是白沙树，半个时辰在校场。你们这些抄家发喷的罪妇，到了地方全由数字校委统一分配，先给正式戍卒有功的师长队头挑，剩下的塞给罪卒营的带罪之人，再没人要的，直接发往后杂役营，挑水劈柴喂马到死。能被师长挑中就烧高香了。从末世川来，短短2个时辰，我已经认清了眼下的处境。原主是督察院左都郡士府的1等侍女，主家贪墨西北军粮案发，全家抄斩，女眷全数发派西域配军，要么被随便塞给老兵油子搓磨，要么去杂工营累死，2条都是死路。上天既给了我重活一次的机会，无论前路多艰险，我都要攥紧自己的活路。末世教会我一个道理，活命要靠自己抢。昨日路上遇马贼的时候，就是他戴着手铐脚镣，夺了差役的朴刀，劈倒3个贼匪，硬生生护着身后的女眷囚车没被冲散，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沈烈，原云骑将军府嫡长子，父亲被诬陷通敌叛国，满门简等发配，男丁全充罪卒营，戴罪服役。左臂带伤还能死战马匪，身上旧伤不少，说明常年在刀口讨生活。但他站得稳，气息沉，体质好，有担当，是这批人里唯一能站稳脚跟的，就他了，这里唯一靠得住的男人。说起来，这沈烈倒是能打，可惜是个罪疾。到了地方，好媳妇儿全是王师长他们的，他呀能分到个喘气儿的老妇就不错了。可不是嘛，西域本地的粟特胡姬明艳得很，树堡里那个商队女长官阿依莫，那叫一个勾人，又有钱又有路子。等沈烈日后立了功，脱了罪，有的是胡姬往上凑，哪看得上这些发派来的罪妇？末世里资源要抢，安身立命的靠山也要抢。西域胡姬明艳动人，有钱有势，等他日后爬上去，我这种发配最急的连边都挨不上，必须趁他还在谷底最难的时候绑定，这才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。马上就快到西域了，我得尽快把话说开。日头这么落，差役却扣着水囊不肯发，只给一口水润润嘴唇。谢谢，好好给口水吧。罪妇也配喝水？我戴罪之身，一旦动手，全家都要受牵连。可月儿烧得这么厉害，再没水停不住，这该死的世道！你想干什么？刚找避风的地方，撞见一处渗水的地方。妹妹烧得厉害，先喂点水。发配路上人人自顾不暇，竟还有人愿意分干净的淡水出来，这姑娘心善。她不怕我，也不躲着我这罪孽，不是娇滴滴哭求的性子，反倒坦坦荡荡。到底是单纯心善，还是另有目的？往南边土坡躲，有沙暴。他怎么知道有杀招？难不成真懂他看天象？这姑娘不简单。后半夜沙暴可能会更大，你这绑的不行。小弟快起来，固定一下帐篷。从那之后，沈烈明里暗里都会照拂女眷囚车。夜里有野狼靠近，是他第一时间出声驱赶。路上有碎石陡坡，他会顺手扶一把囚车，免得车子翻倒。他这人看着冷，实则心里有数，知道报恩。看来我没选错。本次发配罪妇共42名，按朝廷规范分配，先正式戍兵是师长对头，最后罪卒营。选中的领回去入屯籍，没选中的统一发往杂役营。王奎，在呢，校尉。你是本地师长，上个月巡边斩了3个马贼，有功，你先挑，就他了。看着周正，能持家。果然，最出众的男人选的是我。无论在哪儿，我永远是最好的那个。林燕再会办事又如何？到头来还不是等着被挑剩，分给下等罪卒。王师长好眼光啊！这姑娘长得真是……恭喜王师长！
回头可得请喝喜酒。接着，校尉又念了10几个正式戍兵的名字，陆续挑走了20多个女眷，剩下的要么年纪大，要么体弱多病，面黄肌瘦，看着就没精神。在，这个分给你，领走吧。我就说嘛，罪族哪能分到好的？领回去还得伺候，纯拖累。哼，换我也不要，还不如换2袋粗粮实在。回校尉，我不要。你说什么？朝廷发配的人，你敢推辞？好大的胆子！家中老母弱妹，本就口粮不足，养不起多余的人，求校尉把人分给扒人，赏我2袋清粮即可。我戴罪之身，不敢奢求其他，能养活家人就够了。我不是不想娶妻，是真的养不起。父亲落了个通敌的罪名，全家发配，母亲体弱，弟妹年幼，我自己饭量都勉强撑着，何苦再拖一个姑娘进来受苦？哼，倒是个实诚的，只是规矩就是规矩，分配下来的人不能说不要就不要。你要干什么？回校尉，我自愿配给罪族沈烈，不用另行分配。我懂找水，会持家，认得杀生药材，能自己养活自己，不好军中可粮，也不会给树宝添麻烦。我的天，主动选罪族，疯了吧？沈烈可以啊，还有姑娘主动找上门。真是不顾脸面，竟当众求人收下自己。那沈烈一看就粗鲁冷硬，满身煞气，哪像王奎这般体面有家底？哼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非要去吃苦，真是蠢得无可救药。倒贴个罪族也当宝贝，我倒要看看他跟着沈烈能过成什么鬼样子。以后有他哭着求我的时候。好，倒是个爽利有主见的姑娘。既然你自愿，那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到底是走投无路赌一把，还是真的认准了我？跟上。第一步成了，这个男人我赌对了。至于以后的日子能不能过好，全凭我自己的本事。真是贱骨头，放着省长夫人不当，非要贴个戴罪的穷鬼。我看你往后连野菜糊糊都喝不上。燕雀安知红素之志，现在笑得多欢，以后脸就有多疼。屯民区就在树堡外墙边，一排排黄土当的土坯房高低错落，全是官府的屯戍官房，分给本地军户和发配来的罪户居住，只有居住权没有产权，还要按人头交屯粮税。就这儿了，你们家4个男女人口够住，屋里头啥都没有，自己凑合。哼，明天一早沈烈沈墨去罪族营报道，迟到了按军法处置。这就是他们在西域的家，一穷二白，什么都没有。娘，先歇着，等明天我去营里报道，看看能不能预起点口粮。对不住，这里条件差，委屈你了。你要是后悔了，现在还能……我不后悔，既然选了跟你，就不怕苦。房子破能修，没粮能挣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比这更差的环境，我在末世都待过，这点穷算什么？只要人在，一能在，就能把日子过起来。罢了，人都来了，就好好过日子吧。家里还有路上剩的半袋粗粮，我去煮点糊糊，先垫垫肚子。院子西北角3指深的地方，有一条浅层甜水脉，水量不大，但够一家人日常饮用。再往西边戈壁方向，水脉边上长着不少杀生药材，甘草肉苁蓉都有，天无绝人之路。有水就有活路，有药材就能换钱。明天就动手挖井，先解决喝水的问题，再去戈壁挖药材换粮。老大，今天这一天你出力多，多吃点儿。月儿便刚好，他多吃点儿。这算什么？末世里发霉的土豆、长虫的糙蜜我都吃过，这葫芦再难喝也是正经粮食，能顶饿。只要人活着，就有办法把日子过好。哥肯定饿坏了，这一路都没吃过饱饭，还要去营里干重活，给的粮也少。要是能多有点粮就好了。明天我去周边戈壁转转，看看能不能找点野菜和药材。药材能换钱，也能换粮。你认得药材？这戈壁滩上除了干草就是沙子，能有什么药材？姑娘家的，别往戈壁深处走，危险。再说咱们刚到，路都不认得了。我认得路，也认得药材。以前在府里跟着老郎中学过认杀生药材，就在外围转转，不往深处去。明天我跟营里告假，上午陪你去，下午再去报道。不用，你刚到就告假，容易惹上官府不满。我自己去就行，带上小锄头，走不远。放心，我惜命，不会拿自己开玩笑。今晚你跟我月儿挤一挤，让他们兄弟俩睡那边，等过阵子宽裕了，再添置点东西。好，麻烦婶子了。西域的日子才刚刚开始，赵春桃的嘲讽，旁人的冷眼，家里的窘境都只是暂时的。有水脉一能在，我就能在这戈壁滩上活出个人样来。至于沈烈，
既然绑定了，就一起把日子过好。等他日后崛起，身边就算有再多狐姬，我也有足够的底气站在他身边。比起末世里随时可能坍塌的避难所，这四面土墙已经算得上安稳。醒了，早上温了点热水，你先洗脸。这是我昨晚找出来的，你带着防身。戈壁涛上有沙鼠，偶尔有孤狼，别走太远，到了红柳丛就往回走。要是遇到事儿就喊，我在院子里能听见。放心，我有分寸，看着冷，心倒是细，还知道给我准备防身的东西，没白帮他。嫂子，我也跟你去，我能帮你拎东西，还能认路。你别去添乱，在家帮我收拾屋子。娘，我不添乱，嫂子带我去吧，我保证听话。没事，婶子，让他跟我去吧，两个人有个照应，就在外围转转，不走远。那你们小心点儿，早点回来。哟，这不是沈家弟妹吗？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会是家里揭不开锅，要去戈壁喝西北风吧？总比有些人嫁了就只会嚼舌根、坐吃山空的强。你嘴硬什么？等你挖半天连根草都找不到，看你还能不能这么说？跳梁小丑而已。等我把东西挖回来，有他脸疼的时候，跟他浪费口舌，不如多挖2株药材实在。嫂子她太欺负人了。别理他，日子是过给自己的，不是说给别人听的。等咱们挖了药材换了粮，他自然就闭嘴了。嫂子，这地方真的有野菜吗？我看着连草都不长。跟着我走就行。往那边走，沙葱都长在背阴的石缝里。哇，嫂子你太神了！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啊？看地气，沙葱喜欢朝凉的地方，背阴的石缝里存得住水汽，就长得好。别挖太干净，留着根，过几天还能再长。嫂子，这是什么？肉苁蓉是补药。边关的军士常年巡边受寒都需要这个，商队收的很贵。边上还有甘草，润肺止咳的，也能卖钱。嫂子，这些真的能卖钱吗？那咱们以后是不是就不用饿肚子了？不止不用饿肚子，等以后攒了钱，还能修房子，买细粮，给你做新衣裳。差不多了，回去吧。下午我再看看院子里的井位，趁早把井挖出来。哎呦，还真挖到东西了！这沙葱看着嫩得很啊，那是什么？看着像是草药。他还真认得药材。我刚才还跟赵春桃说，他们肯定空手回来，没想到还真有本事。这才只是开始，等挖出水，做成长期生意。他们惊讶的日子还在后头。这真是药材？你真挖着了？不然呢？挑一下，好的留着卖，碎的小的留着自己家吃，给婶子和月儿补补身子。还真是甘草，我以前在老家见过，这东西值钱的很。你这孩子还真有本事。沈烈，下午咱们在这挖井吧。这地方底下有水脉，是甜水，挖3丈深就能出水。挖井？嫂子，你别开玩笑了！这地方挨着戈壁，全是盐碱地，村里人打了好几垦井都是苦水，怎么可能挖出甜水？是啊，林燕，屯里的井都是苦咸的，只能洗洗东西，喝都得去树堡那边的观井挑，远得很。要是真能挖出甜水，前人早就挖了。我有把握，我懂看水脉，这地方底下肯定有甜水，试试也没损失，大不了挖不出就算了。好，试试。下午我和阿莫挖，你在边上看着指挥。往左边泥半尺，那边土层软，水脉更近。再挖深点，还差2尺就到了。有水了！是甜水，真的是甜水！真的出水了，还是甜水，
咱们家以后不用去挑苦水了。这水脉水量不大，但够咱们一家人吃喝用度，还能剩点浇菜。等把井壁砌一下就能用了。嫂子，你也太神了，说有水就有水，还真是甜的。我以前还不信，是我眼光差。总算是把最核心的喝水问题解决了。有了甜水，不管是过日子还是做生意，都有了底气。沈嫂子，听说你们家挖出水了，我家正好没水了，来借碗水尝尝。王奎家虽然条件好，可喝的也是树薄挑来的苦水，平时洗菜做饭都将就，只有喝水的时候才舍得买点商队卖的甜水。水在那儿，自己舀吧。清甜的水滑进喉咙，一点咸味都没有，比树宝观景的水还要好喝。沈家居然真的挖出了甜水井，说不定就这一点是甜的，过2天就变成苦水了。有什么稀罕的？嫂子，你看他脸都绿了，让他之前嘲讽咱们。这就受不了了，以后让他惊讶的事还多着呢。这位军爷是来喝酒的。他的中原话说得很流利，带着点软糯的西域口音，很好听。我是屯民区沈家的，我媳妇儿说你收杀生药材，这是我们挖的肉苁蓉和甘草，你看看货，品质这么好。我收了这么久的杀生药材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饱满的，都是你们自己在戈壁挖的。我媳妇儿认证的药材，找的位置好。之前就听说屯里新来的醉兵家媳妇儿主动选了沈烈，还挖出了甜水井，本来还不信，现在看来这位沈夫人倒是真有几分本事。这些药材我给半两银子，以后你们要是还有，只管送过来，有多少我收多少，价钱只高不低。半两银子够买2袋粗粮了，比我预想的多了1倍还多。还有件事，我媳妇儿能把盐碱水净化成甜水，口感比井水还好。你酿酒要是用甜水，酒的品质能上好几个档次。她问你要不要长期订水，每天给你送2桶。我的酒肆生意一直差强人意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水不好，酿出来的酒带着点苦味。要是真有稳定的甜水供应，那酒的品质肯定能上去，生意也能好一大截。当真？当真？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先试1天，水不好不用给钱。不用试，我信你这一回。每天2桶甜水，我给你10文钱1桶，按月结。要是水好，以后还能再加价。本来以为自己要熬很多年，才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，可林燕来了才2天，家里就有了甜水井，还能靠药材和卖水赚钱，日子一下子就有了盼头。她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获罪的侍女，怎么会懂这么多东西？不管她以前是什么身份，以后都是我沈烈的媳妇儿。我一定会好好立功，早点脱了罪疾，不让她一直跟着我受苦。这得不少钱吧？真是太好了，等有空了，给你和妍儿各做件新衣裳。以后咱们就能吃饱饭啦。一共半两银子，阿姨木都收了。卖水的事儿也谈妥了，10文钱1桶，每天2桶，按月结钱。他还说，以后有多少药材都收。不错，算是打开路子了。以后咱们每天上午送水，隔几天去挖一次药材，慢慢攒钱。等攒够了钱，先把房子修一修，再开半亩荒地，种点青稞和蔓菊，粮食就能自给自足了。嫂子，你太厉害了，以后我都听你的，你让我干啥我干啥。请问沈夫人在吗？我们是阿依木掌柜店里的，掌柜的让我们送2个木桶过来，方便明天送水用。夫人，我们掌柜的说了，这2个桶给你们装水用，省得你们再找容器，把水送到酒肆去就行。麻烦了，替我多谢掌柜。这位阿依木掌柜倒是个爽快人，还特意送桶过来，想得真周到。他是做大事的人，跟他合作省心。以后咱们长期打交道的地方还多着呢。阿依木这步棋走对了，搭上商队的线，以后不管是卖东西还是买物资都方便多了。有他这个本地人脉在，屯里也没人敢随便欺负我们家。风卷着沙粒轻轻吹过院子，带着沙葱的清香，还有淡淡的水汽。破旧的土坯房里，灯昏黄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说着明天的安排。等开春了，还要跟嫂子去戈壁找新的野菜。起这么早，
天凉，小心冻着。头一趟给九父送水，先看看水况。辰时初要送到，得提前装桶。末世里一个人硬扛惯了，这种有人搭把手的安稳，竟格外踏实。你们俩也不喊我们搭把手？这点活我跟燕儿就够了。等下我顺路送水去酒色，直接去营里报道。以后咱们天天都能喝甜水啦！不止，以后还能用甜水种菜种粮，日子会越来越好。发配来时只盼着一家人平安，哪敢想还有这样的日子。燕儿真是沈家的贵人。营里弟兄和树宝两家吃食铺都想订咱们家的甜水。嫂子，这是好事儿，水井水量够，多送几家又多份进项。我去送水，我下午营里有空，保证不耽误事儿。行，就按8文钱一桶，先接3家试试。这事交给你了。我来，土硬别磨坏手。等这桥活了，咱们再扩几块。开春种蔓荆和青稞。以后粮食就能自给自足了。甜水碱传开，必然有人眼红。守好自己的日子就行，旁人说什么不重要。张婶、李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快进来！月儿在家呢，你娘和你嫂子在不？她张婶儿，快坐。今儿怎么有空过来？这不听说你家挖了甜水井吗？我家小孙子闹肚子，苦水熬药总不见好，想跟你家借2桶甜水回去熬药，算是我们你一点心意。我就猜是奔着井水来的。燕儿之前说过，邻里之间别太僵，借点水也不是什么大事，犯不着得罪人。多大点事儿，还拿什么粮食？水就在井边，自己舀就行。都是街坊邻居的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还是你家有福气，娶了个这么能干的儿媳妇儿。我们家那口子也说要挖井，挖了2丈深，全是苦咸水，白瞎了好几天功夫。你家媳妇儿是怎么看准这地方有水的？也教教我们呗。婶子说笑了，我就是小时候跟着老家的老人学过点皮毛，碰巧蒙对了自家这块地。别的地方土质水脉都不一样，我也拿不准，万一指点错了，白费了你们的力气，反倒不好。本事不能全露出去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眼下日子刚稳，别惹不必要的麻烦。嫂子，他们就是想来学本事的，你不教他们也好。之前他们还在村口跟赵春涛一起说你坏话呢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随他们说去。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。当初嘲讽的最凶的也是他们，现在见了好处又凑上来。人性向来如此，末世里见得多了。你说人家沈家的日子怎么就越过越红火了？又是甜水井，又是卖药材的，听说跟酒肆的生意也稳当着呢。瞧他那得意样，不就是挖了口破井赚点辛苦钱吗？拽得跟什么似的，问都不肯多说一句。我看说不定是用了什么歪门邪道的法子，早晚得遭报应。等着瞧吧，等我家王奎升了对正，月钱翻1倍，还能领安家粮，到时候我才是屯里最体面的夫人，他林岩算个什么东西？沈老大下差了，今天买什么好东西啦？给家里带了点细粮和胡麻油。你看人家现在都吃上细粮和油了，之前谁不说沈家穷的揭牌锅？现在咱们谁比得上？可不是嘛，有个能干的媳妇儿就是不一样。沈烈也是个踏实肯干的，两口子一起使劲儿，日子能不好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点细粮吗？等王奎升了官，我天天吃细粮。哥，嫂子，今天营里传消息了，说过阵子要组队巡边，剿一股流窜的马贼。立了功的话，能减最级年限，还能赏银子。我知道，我报名了。什么？你报名了？剿马贼多危险啊！你胳膊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呢，怎么就自作主张报名了？娘，没事，
我心里有数。这是个好机会，立了功就能早点脱罪疾，到时候咱们家也能挺直腰杆过日子，不用再被人戳脊梁骨说戴罪之人。燕儿跟着我受委屈了，等我脱了罪疾，就给她补一场正正经经的婚礼，不能让她一辈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跟着我。巡边路远吗？危险吗？放心，我以前在边关打过仗，对付马贼有经验，不会拿自己性命开玩笑。他是想快点脱罪，让家里人过上安稳日子。剿马贼虽然凶险，但确实是最快的路子。我得做点什么，帮他把风险降到最低。那你出发前跟我说，我给你装几壶净化过的水，路上喝着方便。再给你包些晒干的干草和肉苁蓉，路上能润喉补力气，小伤小病也能应付。好，谢谢你，燕儿。总算没白熬，两口子和和气气的，比什么都强。这日子啊，眼看着就好起来了。沈夫人，我又来叨扰了。阿依木掌柜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快坐。月儿，倒碗甜水来。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桩新生意。哦，什么生意？掌柜的请说。下个月我商队要走一趟漠北，那边戈壁滩大，缺水缺得厉害。我想请你跟我走一趟，帮我沿路找水源，净化饮用水。酬劳好说，一趟给你5两银子，路上的吃喝用度全算我的，怎么样？5两银子，这得卖多少药材，送多少泉水才能赚回来啊？可是去漠北那么远，路上风沙大，还有马贼，林燕一个姑娘家怎么能去？太危险了。去漠北，来回要多久？大概半个月。你放心，我商队的护卫都是常年走丝路的老手，对付马贼绰绰有余，绝对保证你的安全。就是路上辛苦点儿，戈壁滩上风沙大。5两银子确实不是小数目，够家里修房子、买荒地种子，还能给婶子抓几副好补药。而且跟着商队走，能摸清周边的水脉分布，以后挖药材、找水源都方便。就是要离开半个月，放心不下家里和沈烈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末板路远，马贼流口多，你一个姑娘家跟着商队走，我不放心。沈队正放心，我的护卫都是好手，肯定护得沈夫人周全。再说了，沈夫人有找水的本事，这趟路离了她还真不行。我总不能带着一车兑水走漠北吧？我想去，5两银子够咱们家翻修屋顶，开半亩荒地，还能给婶子抓补药。而且跟着商队，能摸清周边地形，以后挖药材、找水脉都方便。你要是真想去，我跟营里告假陪你一起去，我在边上护着你，我才放心。他总是这样，嘴上不说软话，却事事都替我考虑周全。那可太好了，沈队正武艺高强，有你跟着，我这趟路更稳了。就这么说定了，下个月初1出发。那你们俩可得千万小心，路上互相照应。我回头给你们准备干粮和厚衣裳，漠北晚上冷。嫂子，我也帮你收拾东西，我给你装我晒好的干菜。末世里漂泊了那么久，没想到在这西域戈壁，居然有了家的感觉。这条路虽然难走，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就没什么怕的。嫂子，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啊！我和娘在家等你们回来。这里面是烙好的杂粮饼，还有晒干的肉干，路上饿了就吃。漠北晚上冷，厚衣裳都给你塞包袱里了，别冻着。遇事儿多跟烈儿商量，别自己强撑。放心吧，婶子，我知道分寸。家里就辛苦你和月儿了，药材记得按时翻晒，井边的石板盖好，别进了沙子。娘，你们回去吧，我们走了半个月就回来。哼，瞧他那得意样，不就是跟着商走一趟吗？还真当自己是少奶奶了。戈壁滩上那么危险，指不定出什么事呢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人家有本事能找着水源，商队才肯请他。
一趟5两银子呢，咱们挣1年都挣不来。5两银子有什么好稀罕的？钱重要还是命重要？我看他就是财迷心窍，为了点钱连命都不要了。哼，最好路上遇到马贼，让他有去无回，省得天天在我跟前晃悠抢我的风头。沈夫人，沈队正该出发了。你不用一直牵着，我坐得稳，你也上去歇着。没事儿，我走着就行。边上路不棚，我牵着稳当点。戈壁滩上路况复杂，万一骆驼惊了摔着它怎么办？还是牵着放心。那你喝点水，这是我净化过的甜水，路上喝着解乏。行了，咱们出发，早走早到，避开正午的日头。掌柜的，不对啊，咱们原定的补水点之前明明有个小水滩的，今天过去一看居然干了，剩下的水只够撑半天的，再找不到水源，人和骆驼都扛不住。怎么会干了？上个月走的时候还好好的。沈夫人，你能不能找找附近的水源？这地方你熟吗？贵的也太病急乱投地了吧！她一个姑娘家能有什么本事？这边的水脉都很浅，而且大多是咸水。往西北方向走3里外，有片湖树林，底下有地下下水脉，是甜水。往那边走3里地外，有片湖树林，底下有水源，是甜水，水量够咱们商队用的。姑娘，你确定那边我之前去过全是沙子，没见少水啊？水在地下挖2尺就能渗出来，信不信由你们。听沈夫人的，往西北走，快！兔子，真是甜水！掌柜的，真的是甜水！我的天，真找着水了！沈夫人也太神了吧！刚才我还不信呢，真是打脸了。这本事走丝路的老向导都比不上啊！沈夫人，我可真是服了你了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不然我们这趟可就麻烦大了。举手之劳而已，拿干净的容器接水吧。这水脉水量不算大，但够咱们补接了。我的媳妇儿就是厉害。沈队正，你可真是好福气，娶了个这么能干的媳妇儿，又会找水，又懂药材，还长得这么标致。是我的福气。这人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，怪让人不好意思的。不对，有沙暴，快让大家加固帐篷，把骆驼赶到湖树林后面帮风，所有物资都用石头压好。沈夫人，这看着不像是沙兆啊，就是风大点而已吧？听他的，快加固帐篷！沙暴说来就来，等看见了就晚了。都动起来，听沈夫人的，快！我的天，还真是沙暴！幸好沈夫人提醒得早，不然咱们的帐篷和物资非得被吹走不可，搞不好还要伤人。是啊，沈夫人也太厉害了吧，连沙暴都能提前看出来，比老乡榜都准。沈夫人，你可真是我的贵人啊！这趟路有你在，真是省了不少事。等回去了，我再额外给你加2两银子的酬劳。不用，说好的价钱就按说好的来，大家没事就好。你也坐会儿吧，别站着了。沙暴估计还要一阵子才过。晚上冷，别冻着。末世里一个人扛了那么久，从来都是我保护自己，现在居然有人会下意识地护着我，这种感觉好像还不错。掌柜的，清点完了，就丢了2捆不值钱的麻布，要紧的货物和水缸都没事。多亏了沈夫人提前提醒，不然这沙暴一刮……沈夫人，这次可真是多亏了你，你这看天象变水脉的本事，整个丝路都找不出第二个。掌柜的客气了，拿了酬劳自然该处理。这点沙暴算什么？末世里比这厉害10倍的风暴我都躲过。不过能少点损失，也不枉费我熬了半宿盯着天象。累不累？去边上歇会儿，剩下的我来弄。不累，这点活不算什么。他看着瘦，却一点都不娇气。走了这么久的戈壁路，从没喊过一声苦。换做别的姑娘，早就撑不住了。
刚才收拾东西翻出来的，奶疙瘩，甜的，是之前路过部落送的，你尝尝。好吃，谢谢。爱吃就多吃点。还有，他笑起来的时候，好像戈壁的日头都没那么晒了。掌柜的，你看沈对正和沈夫人感情可真好，沈对正看着冷着脸，对媳妇儿可上心了。人家两口子的事儿，你瞎凑什么热闹？赶紧收拾，趁早赶路，争取天黑前赶到乌洛部落。哎，顾伟清，等一下，不对劲，怎么了？这地方太静了，连沙溪的动静都没有，而且这边沙地上有新鲜的马蹄印，藏了人，大概率是马贼，在两边设了伏击。这地形是典型的伏击位，两边高中间窄，一旦被堵在里面，前后夹击，麻烦就大了。末世里这种截杀地形我见的太多了。所有人戒备，两边岩壁上有埋伏，弓弩手搭箭。把货物和女人留下。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？我没事，你小心点。他身手是真的好，有他挡在前面，确实很有安全感。结我商队真是活腻歪了。掌柜的，怎么处置？送到附近的树堡去，按律处置，把他们的马和武器都收了，算咱们的战利品。是。沈夫人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隔着老远都能发现埋伏，这眼神也太准了。就是感觉不对劲而已，碰巧罢了。总不能说我末世伏击躲多了，天生敏感吧？刚才谢谢你，要是没你提醒，咱们猝不及防，肯定要吃亏。咱们是一家人，说什么谢？是啊，一家人，以后我拼了命也会护着他，绝不让他受一点伤。哀木掌柜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们等你好久了。哈丹首领，好久不见，这次带了你们要的茶叶、丝绸和盐巴，都是上好的货色。货是好货，可我们部落最近遇上大麻烦了。哦，什么麻烦？我们部落用了几十年的内眼泉水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变苦变浑了，没法喝了。现在全靠附近的水洼着撑着，再过几天，人和牛羊都要缺水了。我们正发愁呢，你再晚来几天，我们都得往别处迁了。哈丹首领，你别急，这位贵人最擅长找水源、变水质，他肯定能帮你们解决问题。他能找水源？带我去你们原来的泉水边看看吧，说不定能找到新的水源。好，夫人，请跟我来。往那边走，200步远，地势最低的地方，往下挖3丈，有活泉水，水田，水量够你们整个部落用的。真的，夫人没骗我。你找人挖了就知道了，挖不出水，我分文不取。好，我信你一次。来人，拿锄头跟我走。出水了，真的出水了！真的是天水，太好了，我们不流水了！沈夫人，你真是我们乌洛部落的恩人，太谢谢了！你可是救了我们整个部落的老小啊！首领客气了，不过是找了条下水蛮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不过能帮到他们，也挺好。沈夫人、沈勇士，我敬你们一碗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部落。这点薄礼，还请你们务必收下。哈丹首领的一片心意，你们就收下吧，不然他心里过意不去。那就多谢首领了，今天很厉害，整个部落的人都感激你。没什么，就是刚好会找水而已。倒是你，白天打马匪的时候身手真不错。以前在边关经常打仗吗？以前跟着父亲在边关，常年跟马匪异族人打仗，那时候以为能一辈子守着边关，护着百姓，没想到蒙冤抄家，全家发配，从将门之子变成戴罪之身，其中的苦楚肯定不少。都过去了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等你立了功，脱了罪疾，咱们还能回中原看看。以后都会好的，有你在，就什么都不怕。好像有个人一起并肩往前走的感觉，真的挺好的，比末世里一个人单打独斗温暖多了。沈夫人，这趟回去，你可就成了咱们丝路商队的名人了。乌洛部落的事传出去，以后别的商队想找水源，都得慕名来请你。没那么夸张，就是混口饭吃。你这本事可不是混饭吃那么简单。
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以后我商队每次走长线都请你跟着，1趟5两银子，外加商队利润的1成干股，怎么样？不用你次次都去，就走最险的那几条线就行。1成干股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阿一木这是想把我绑在他的商队上，不过跟着商队走却比在家挖药材赚得多，还能摸清西域各处的水脉和商路，对以后有好处。就是得顾着家里，不能次次都去。多谢掌柜的看重，干股就不用了，按趟算酬劳就行。以后你有长线需要找水源，提前跟我说一声，家里安排得开我就去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以后走私路心里都踏实多了。他就该这样，凭着自己的本事，走到哪里都受人敬重，而不是困在这小小的屯区里，埋没了一身本事。以后我更要好好立功，早点脱罪，让他能堂堂正正地站在人前，不用再受罪级的束缚。嫂子，你有没有事？路上累不累？我和娘天天都盼着你们回来呢。我没事，路上都挺顺利的。你看，我还给你带了草原上的奶糖。哥，嫂子，你们这趟可太厉害了，屯里都传开了，说你们帮商队找水源、打马匪，还救了整个部落呢。瘦了点儿，路上肯定没吃好，快回家，娘炖了野菜汤，还给你们留了杂粮饼，热着呢。辛苦婶子了。娘，先进家吧，路上带了不少东西。沈夫人、沈老大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！我们听说了，这趟你们可给咱们屯里长脸了。是啊是啊，帮商队找水源，还救了游牧部落，这本事整个白沙族都找不出第二个。这点东西不值钱，你交给我们的英雄了。婶子们把的哟，家里这么热闹啊！我也来看看沈夫人，这趟出去可是赚大钱了吧？真是好福气啊！跟着商队走一趟，顶咱们干好几年的，都是辛苦钱。拿命换的，没什么好羡慕的。哟，这狐皮可真油光水滑的，得不少钱吧？沈夫人可真是好福气。这是部落首领送给我嫂子的谢礼，别乱碰。瞧这孩子，我就是看看。春桃啊，要是没事就先回去吧，我们家还有活要干呢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点狐皮吗？等我家王奎升了官，我买更好的。天天就知道酸别人，自己没本事还见不得别人好。跟这种人置气不值得，过好自己的日子比什么都强。沈烈啊，解了路易马匪，做得很好。阿一木掌柜特意来我这儿给你请功，说你武艺高强，有勇有谋。都是分内之事，不敢居功。功就是有功，不能埋没。我已经上报给上面了，给你减2年最低年限，再赏银子2两。以后营里有巡边任务，你也跟着一起去，多立战功，早点脱罪不是问题。谢校尉，属下一定好好干，不辜负校尉栽培。去吧，好好休息2天，以后好好干，前途无量。减了2年，再立几次功，用不了多久就能脱罪级了。让娘和给应朝文阳的充能症做人。再也不用被人戳着脊梁骨说戴罪之身了。今天校尉召见我，说这次商队的事算我立功，减了2年最低年限，还赏了2两银子。真的，减了2年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哥，太厉害了！以后你再多立几次功，咱们就能脱罪了。哥哥最厉害了，嫂子也厉害。这是好事，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，要是没有你，也成不了这些事。咱们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。周麦的风找到姑娘的身体，以后粮食就够吃了。再留一点钱，咱们在院子后面种开块药桐，稳清寒挺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明天我就去营里告假，先把房子修了。这就是家的感觉吧，有盼头，有温暖，有人一起并肩往前走。末世里颠沛流离了那么久，没想到在这西域戈壁，居然拥有了一个真正的家。歇会儿吧，喝口水再干。瞧这大太阳的，别中暑了。没事，婶子，就剩这点了，干完再歇。
燕儿，太阳大，去檐下躲着，别晒着。没事儿，马上就画完了。这块地整出来，刚好种甘草和肉苁蓉，背阴还离水井近，长得快。沈夫人就是能干，连种地都这么明白。这要是种成了，以后可是源源不断的进项啊！我们家那口子还说想跟你学学怎么种药材呢。学谈不上，等我这边事种成了，把法子教给大家就是。都是邻里，互相帮衬着。那可太好了，你这人心善，本事又大，真是沈老大的福气。神气什么？不就是赚了俩臭钱吗？搞得全村人都围着他转。要不是运气好撞着了水源，他能有今天？我就不信他这药材能种成。戈壁滩的土哪是那么好种东西的？有些人啊，就是爱出风头，自己家折腾还不够，还想拉着别人一起。戈壁滩种药材，我看就是白费力气，到时候赔得底朝天，有他哭的。嫂子，你听他又乱说。随他说去，嘴长在他身上，咱们还能赌上不成？等药材种成了，他自然就闭嘴了。这种跳梁小丑没必要放在心上，日子是过给自己的，不是过给别人看的。等真金白银赚到手，比什么都管用。谁在那儿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就是路过，想进来接口水喝，不小心踩了你们家的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草？这是刚种的药材苗，什么草？你就是故意的。春桃啊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你怎么能偷偷来拔呢？什么故意的？我就是不小心踩的，几株破草而已，值当这么大惊小怪吗？我赔你们就是了。赔？这是肉苁蓉苗，一株长成了能卖10几文钱，你拔了8株，就算100文吧。你是现在给，还是我去跟王师长要？100文？我哪有这么多钱？王奎要是知道我干这事，非得骂死我不可。你抢钱啊！几株破草要100文，我不信，你就是讹我。哦。沈夫人说的价钱还说少了，上好的肉苁党干我收都是30文一斤，鲜的也得10文一斤。这几株苗长成了，何止100文？王师长家的，要是没钱赔，我就去跟王师长说道，让他评评理。偷偷拔人家药材是什么规矩？别，我赔还不行吗？我现在没带钱，回头我送来。什么人啊，自己没本事就见不得别人好。这春桃就是心眼太小，以前还不觉得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这点小伎俩无伤大雅，就是给他提个醒，别来惹我。真要跟他计较，反而掉价。以后我跟营里说一声，白天留个人在家看着，别让他再来捣乱。没事儿，他不敢再来了。经这么一遭，屯里人都看着呢，他再敢来，就是自己打自己脸。沈夫人，我真服你了，长得居然这么好。就是摸准了习性，松松土罢。总不能说我有水系异能，随便找个由头就能糊弄过去。行了，这批药材我全收了，价钱比野生的再高2成，以后有多少我收多少，这是定金，你先拿着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，还先给性金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跟沈夫人合作我放心，以后咱们长期打交道，少不了麻烦你们。娘生辰快乐，这是我给你编的花环。乖孩子，有心了。娘，这是我跟营里的老木匠学的，亲手磨的，你梳头发用。好，都是好孩子。娘，这是我这托人从树宝药铺买的川贝，治你咳嗽的，以后每天煮点梨水喝，慢慢就好了。哎，好，还记着我的毛病。这个给你的。你怎么想起买这个？上次立功赏的钱，去银铺看见的，觉得挺适合你的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喜欢。好看吗？好看。燕儿，等我脱了罪疾，我给你补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，8抬大轿，明媒正娶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沈烈的妻子。好，我等你。有他在这西域的风沙和秘诀，这戈壁滩也成了温柔乡。